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找到老年痴呆的预防方法了。美国研究或跟睡姿有关，该怎么睡？痴呆的患者一天是怎么样的？国外有一位多年照看痴呆患者的护工曾写下了一篇文章，当你轻度痴呆时，起床之后你还能料理事情，尽管你身上的 T 恤穿反了。你走进厨房煮杯咖啡，却左翻右翻找不到糖，于是选择放弃。当你的妈妈问你为什么厨房这么乱，你感到很愤怒，又不是我干的，为什么对我不怀好意？回到房间，你不知道为什么抽屉是拉开的，你忘记了你之前在找东西，忘记了想找的东西是什么。晚上躺在床上，你会冒出一些奇怪的想法，自己的耳机不见了，一定是有人偷了。其实那副耳机几年前早就丢了。到了中期痴呆时，你抗拒出门洗澡，除了一日三餐，其他的事情你都不愿意去做。渐渐的你开始失语，家人很难理解你的话语，你也很难理解别人的话。你的家人对你招手，而你只是冷漠地转身就走。到了痴呆晚期时，此时你的大脑已经严重的受损，曾经喜欢听音乐，现在却毫无感觉。可能你想说些什么，但只能吐出一个字或者是两个字，剩下的只能靠看护人员去猜。视力也变差，分不清身边的东西，哪怕是你熟悉的，而且神经系统已经紊乱，旁人也很难理解你的世界。为什么老年痴呆的人越来越多？阿尔兹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症，是一种进行性发展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患者发病后会出现认知障碍和行为损害，而且是无法逆转的。目前阿尔兹海默病的病因不明，好发于60岁以及以上的人群。老年痴呆的危险因素除了遗传因素外，还会受到疾病、生活方式等后天因素的影响，这些都可能会加速老年痴呆的发生。当然也无需过于担心，不是人老必会痴呆的。人到了老年，虽然脑细胞会有不同程度的退化，而导致脑功能出现减退，但大多数存在的脑细胞功能仍然存在，且有一定的代偿功能，可以维持正常的精神活动。近年来也有研究证实，90岁左右脑细胞退化会逐步的停止，而临床的数据显示，只有 4% 到 5% 的老年人会患上痴呆症，大多数老年人的脑功能还是健康的，不仅能够正常的生活，还有一定的学习和工作的能力。但是有些痴呆的早期信号还是值得我们警惕的。痴呆不是衰老，这10个症状是早期预警的信号。老年痴呆发展进程缓慢，潜伏期少则数个月，多则数年，甚至可以长达20年。因此对于痴呆症而言，早发现早治疗是关键。世界卫生组织在2021年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报告中明确阐述了痴呆早期的10大预警信号。记忆力减退，患者会很容易忘记最近发生的事情。难以计划或解决问题，患者无法完成复杂的脑力任务，例如不记得怎么做菜，看不懂开车时的指示，支付账单时会算错数。难以完成熟悉的任务，例如不会操作电脑、泡茶或者是去熟悉的地方。对时间或者地点感到困惑，患者很难判断时间的流失，可能会随时忘记自己在哪里，也很难理解过去和未来的时间，搞不清年月日。理解视觉空间信息出现困难，患者可能难以阅读、判断距离或分辨颜色之间的差异，例如看错红绿灯。口语或写作障碍，患者可能忘记自己或者别人说过什么，
对话时总是词不达意，或者是很难加入对话，还可能会出现拼写、标点或者是语法的错误。有些患者的笔记还会变得难以阅读。7. 放错地方，患者可能无法记住他们将日常的用品，例如遥控器、重要的文件、现金或者是钥匙放在哪里。有时还可能会放错财物，而指责他人偷窃。8. 判断力或决策力变差，患者可能很难理解什么是公平合理，他们可能会为东西付出太多，或者是很容易购买一些他们不需要的东西。有些患者还可能会不太注意自己的个人清洁和打扮。9. 退出社交，患者可能对社交活动不感兴趣，无论是家庭生活还是工作，他们可能会变得孤僻，不爱与人交谈，或者在与人交谈时不专心。他们可能会停止从事涉及其他人的爱好或运动。10. 性格或情绪发生变化，患者可能会经历情绪波动或者是性格变化，例如他们可能会变得易怒、沮丧、恐惧或者是焦虑。他们也可能会变得更加的不受约束，或者是行为不当。3. 以后会不会老年痴呆、睡觉先知？可能会有这些前兆。武汉市微循环学会睡眠障碍防治专家的马子龙医生解释，老年痴呆跟大脑多种神经递质和蛋白代谢有关。目前主流学说考虑是胆碱能、多巴胺和蛋白淀粉样老化沉积等代谢异常所致。目前老年痴呆暂时没有有效的治愈药物，只能延缓病情进展。但老年痴呆、帕金森等神经退化疾病在睡眠监测中往往有些特异的表现，比如肢体运动性觉醒增高等，甚至有些会有明显关联的前驱症状或者是疾病，比如肝硬化和肝癌的关联。而且很多药物也有加速老年痴呆发展的风险。而大多数就诊患者出现睡眠中的行为问题，比如噩梦连连，梦中经常厮打、搏斗、逃生。如果考虑痴呆相关，可能存在明显性格改变或者记忆力下降时，可以开始进行睡眠筛查，对预防和早期发现疾病或更有意义。4. 老年痴呆怎么防？这一睡姿或有用。睡眠过程是身体修复的过程，如果废物不能代谢，可能诱导非淀粉蛋白和tau蛋白的沉积，而贝塔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是老年痴呆产生原因的假说之一。美国纽约州立实习大学本维利特研究团队发表在《神经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结果发现，侧卧位的睡姿更有利于大脑排出代谢废物，从而有助于降低阿尔兹海默症病、帕金森病和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的风险。这项研究的发现不仅进一步的支持睡眠有助于清理人类清醒时大脑积累的废物化学物质，也为未来大脑疾病治疗带来了新的见解。研究人员提醒，想要预防痴呆症，除了要注意睡姿侧卧外，良好的睡眠质量也是很重要的。另外，深圳市康宁医院神经精神团队公布追踪10年相关的研究显示，与不经常做家务的人群相比，几乎每天都做家务的人群，痴呆发生率降低51%。日常体力和脑力活动和劳动中增加了锻炼的机会，提高代谢活性和活动频率，可能的机制是因此减少老化风险。家务活也是一种社会功能和体育锻炼，从而提高日常的锻炼机会，跟打麻将类似。不过打麻将更倾向于脑力锻炼。除此之外，我们在日常闲暇时也可以做这个动作，也可以有效的预防老年痴呆症的发生。这个动作就是大拇指环绕，四指并拢，大拇指可以进行顺或者是逆时针的环绕多次。拇指不仅在实际工作中用的最多，而且和大脑的联系也是最为紧密。这个动作可以有效地锻炼我们的大脑。老年痴呆是一种疾病，而非正常的老化，会对老年人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如果发现家中的老人出现老年痴呆的早期症状，就要立即的带老人前往医院进行检查并及早的治疗，以延缓病情进展。
平时也可以通过多动动手指来锻炼大脑，预防老年痴呆。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